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读书频道。这也是新的一期的内容，与往期的不同，我们这一期会用简短的时间为大家去分享我这一年以来读过的一些好书，也为大家带来这些好书的一些精髓解说。当然，我的频道的内容仅供大家参考，我的解说内容也有很多是来自于网络上的资料。如果大家对我推荐的书感兴趣，喜欢的同学们可以去购买全书进行阅读。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频道和大家一起来充实自己，积累更多的理财和投资的技能。好，那么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贫穷的本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穷人真正的实际需求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了穷人的实际需求，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扶贫这个世界级难题。首先，我们也从本书的作者开始说起。本书的作者也是大名鼎鼎的阿比吉尔·班纳吉和另一位作者埃斯特·迪弗洛，这两个人均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们凭借着这书和他们的研究，共同获得了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本书的这两位作者从营养、健康和教育等9大方面讨论了穷人为何贫穷，并且他们运用了大量的实际案例，提出了很多实用性较强的推荐。我也将会用大概1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来讲述这本书中的精髓，了解穷人们真正的实际需求是什么，进而真正的解决扶贫这个世界级难题，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如何才能具有富人的思维，摆脱我们心的那些穷人思维。好，那么我们来进入正题。你知道吗？多年来，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以及无数的民间慈善机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扶贫，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大规模的扶贫投入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根据联合国最新的数据，2019年全球仍有高达13亿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这个数据非常的可怕，而且其中1/3以下竟然是10岁以下的儿童。曾经有位世界银行的专员还写过一本书《白人的负担》。《白人的负担》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在过去50年，西方对非洲的援助金额竟高达23万亿美元。我们只要让每位母亲拿到3美元的补助，就可以让儿童死亡的数目减半。然而，这样简单的目标却没能实现。于是，这个专家对扶贫政策表示了怀疑。其实扶贫效果不好，是因为方法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也许你看完《贫穷的本质》就有了答案。《贫穷的本质》这本书是由阿比吉尔·班纳瑞和埃特斯·佛迪洛共同编著的。他们为了搞清楚穷人的真实需求和动机，共同创造了贫困行动实验室，在全球40多个国家开展了240多个实验项目。他们用实验和数据来告诉我们，有效的扶贫方法到底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吧。我们将从3部分为大家进行解说。第一部分是了解穷人的真实需求是什么。第二部分是帮助穷人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第3部分是帮助穷人脱贫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就第一部分，了解穷人真实的需求是什么。这一部分提到了大多数人的思维认知里，穷人就是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在2009年，联合国粮食组织也曾发表过声明，全球有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穷人吃不饱饭就没有力气，就不能干任何的体力活，而干不了体力活就会更穷。书中把这个恶性循环称作贫穷陷阱。但事实上，民以食为天，这是错误的贫穷陷阱。
因为如果按照刚才的推理，那么穷人最急需的物资资源是粮食。只有能吃饱饭，穷人才可以提供自己的生产力。只要能吃饱饭，穷人才可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才能够脱贫。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政府和国际救援机构把扶贫重点放在了粮食救援上，结果却不如人意。在印度，超过1/3的援助粮食在运输中就不知所踪了。而对穷人来说，粮食救援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更没有为他们脱离贫困陷阱。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缺乏反馈机制。这也是关于援助和慈善工作的根本难题。比如你开了家奶茶店，8元一杯，如果顾客喝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再来了，那么这样子的产品肯定不会让顾客满意。你必须提高质量或者是降低价格，这样市场才会给你反馈。但是如果你是做慈善，你的奶茶在马路上白送，顾客是肯定要的。至于你送的奶茶到底好不好喝，你永远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慈善工作的难题，你很难从顾客，也就是穷人那里得到明显的反馈。换句话说，你也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产品到底是不是顾客真实的需求。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如果穷人真的在挨饿，那么他们肯定会把手里的钱全部拿来买吃的，对不对？可是作者通过对18个国家穷人的认识、实际生活调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随机选定一些贫困家庭，以低价卖给他们主粮。结果这些获得粮食补贴的家庭选择购买更少的主粮，但买了更多的鱼和肉。也就是说，穷人也懂得了消费升级。这表明穷人并不是除了吃饱以外没有其他的需求。事实上，穷人宁可吃得差一点，也要省出钱来兼顾其他的需求。这个发现就非常有意思了。比如一些地方的穷人宁愿节衣缩食，也要买电视机，满足娱乐需求。所以粮食援助并不能提升穷人的幸福生活和生产力。用粮食来援助的思维是错误的。只有仔细考察出人性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扶贫的问题。好，那么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说帮助穷人改变行为模式。好，说到这里，那是不是只要了解了穷人的真正实际需求，扶贫问题就能立即解决了呢？答案当然是不。那是全球每年有150万的儿童死于拉肚子。其实解决拉肚子的方法很简单，往饮用水里滴入消毒剂，或者在儿童拉肚子时给他们喝由糖和盐混合而成的口服液就行了。而扶贫机构也长期免费提供消毒剂和口服补液，但只有10%的贫困家庭使用了消毒剂。1/3的拉肚子儿童喝了口服补给液。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特例。类似的简单医疗方法还有很多，比如用蚊帐来预防疟疾等等。书中把这些方法称为好摘的果子。然而，这些果子在贫困地区的普及非常困难。那么穷人为什么不愿意往水中加消毒剂呢？原因很简单，2个字：麻烦。你换位思考下，你每次喝水都得往水里加一点消毒剂，你能做得到吗？尤其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收益还在遥远的未来，长期以往自然很难坚持。就像很多人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可坚持不了几天就放弃了健身一样。那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有的。第一就是尽量减少使用时的麻烦，
比如添加消毒剂这件事儿，研究人员在每个村庄的水井的旁装了一个消毒器，每个人从这里打水，只要随手转一圈，消毒剂就能得到氯化水。结果这个方法大大提高了消毒剂的使用率，因为简单了很多。第二个方法是设计一套激励机制，比如给孩子打疫苗这件事儿，多数贫困家庭打完第一针便由于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最终没有完成所有的疫苗。后来研究人员给每次打疫苗的人奖励2磅干豆子，完成率立马从6%飙升到了38%。通过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真正有效的医疗援助最重要的是设计出一套奖励机制，这样才能有效地帮助穷人改变行为模式。下面我们再来看第3部分，帮助穷人脱贫的最好方式是给他们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种观点认为，穷人是天生的企业家，那真相到底如何呢？本书的作者对18个国家开展了调查，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城市贫困人口中有1半的人有自己的小生意，也就是小摊小贩，而农村贫困人口中也有不少人在做着小买卖。看上去穷人似乎天生就很会做生意，所以真的是这样吗？但如果穷人真的很会做生意，那他们为什么还会这么穷？这里就牵扯到了一个本质问题，穷人真的愿意创业吗？作者发现，无论他去哪个国家问穷人，你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做什么？90%的人会说，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做公务员、教师等这种捧着铁饭碗的人。可见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所向往的是具有稳定收入和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不是冒有的巨大风险去创业。而穷人做小生意又是因为被生活所迫。当你既找不到好工作又没有特殊的技能时，做点小生意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所以对大多数穷人来说，帮助他们脱贫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制造业工人。作者在书中指出，如果一个村庄里有工人能够稳定雇佣村里的劳动力，那这个村子的面貌就会变得不一样。对这些成为工人的村民来说，他们通过这份工作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说到这儿呢，这本书的内容也基本讲完了。那么我们下面来继续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讲了考察穷人的真实需求，才是扶贫的第一步。扶贫之所以难，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反馈机制。其次，我们讲了脱贫工作，除了要告诉穷人正确的做法和正确的事情外，还必须有一套奖励机制。其次，帮助穷人改变行为模式。最后，我们还讲了要帮助大多数穷人脱贫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